长相思为播鲜活，全员帅气干练，压轴特辑播放量超5000万。上古时代，人神魔共生，神农、轩辕、高信3大国度并立。一直流落荒野的高辛王姬九瑶，逍遥氏历经100年磨难，不仅失去了身份，更失去了容貌。长相思是由秦震、杨欢执导，改编自童话同名小说的电视剧。故事背景设定在远古人类与神魔共存的三国时期，讲述了高辛王姬九瑶流落荒野的故事，发生了一系列的情感纠葛。整集融合了仙侠、战争和爱情元素，一波三折。作为同期主演，杨紫将在《长相思》中饰演男主角逍遥。她五官甜美，气质出众，一直深受观众喜爱。此外，剧中还有3位人气男主张晚怡、邓威和谭健次。张晚怡作为少年同志的演技得到了认可，在多部 IP 剧中的表现也非常出色。邓威是一个近几年崛起非常迅速的青年学生，此次饰演涂山烬，将与杨紫搭档组成 CP， 相信会给我们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。谭健次凭借帅气的外表和扎实的演技，成为公认的颜值和演技兼备的演员。此次他在剧中饰演九头魔香柳一角，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和戏份。综合来看，电视剧《长相思》在杨紫和3位人气男主的带领下，实力和优势都很强，预热造势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。相信这部剧的开播会掀起一股追剧狂潮。《长相思》预告，杨紫有些浮肿，脸有些僵硬，但谭健次的颜值却没有之前那么惊艳了。《长相思》和《凤凰征途》的预告片已经放出，一如既往的引来不少人捧腹大笑。《长相思》预告片看起来很血腥，一个女人多个男人的虐恋应该是当时营销的重点，感觉要炸了。到时候一些粉黑大战、各种 CP 乱的场面应该是很热闹的。印象最深的是，广场上很多人都说杨紫的面部状态不是很好，脸又肿又僵硬，脸摸起来像硅胶。好评的是，预告片中一女一男的情感纠葛着实抓人，感觉整部剧都是以骂人的基调为主。对于杨紫那张又肿又僵的脸，小挺认为是滤镜用多了。杨紫不需要磨皮，但预告片滤镜和高光很重。她脸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双大大的眼睛，鼻子也很高。高级滤镜磨皮把她的五官给破坏了，整张脸都肿了起来。其次，小倩夫觉得现在预告片中杨紫的演技很在线，没必要一直拍她丑。杨紫虽然是娱乐圈中的佼佼者，但是她并没有当偶像的包袱。作为童星，大家都知道她长什么样。实际看剧时，观众只会被情感感染，不会去挑演员的美丑，除非演员真的丑到让人瞬间上戏。杨紫的演戏偏重情感和代入感，所以她会忍受一些缺点。即使颜值不如香蜜沉沉烬如霜，但很多人都会在她的表演下落泪。比如之前被诟病的沉香木片，大家只会笑剧情，不会笑男女主的演技。不过有小粉看到杨紫的粉丝在洗她的话，剧中哭戏太多了，眼睛和脸都哭肿了。这种发言还是有点搞笑的，哭戏太多脸都肿了僵硬了。之前最看好谭健次的香柳，因为之前颜值还不错，这次看了预告有点小失望。3分钟的预告中看点不少，但没有一个能打动我。明明也是人物的高光场景，但实际效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。香柳当然也好看，只是没有以前那么惊艳了。总的来说还是中规中矩，和广为流传的画面上的气质完全不一样。清冷仙的气质已经受损不少，可能是之前疯狂放出的厚厚滤镜，已经为观众们堆积了厚厚的期待。这样一来，你不太可能会在剧中单独被提炼加滤镜，导致你直接死在光前。之前的发型都是银发，剧中黑发也没什么惊喜。谭健次最伤人的一点就是身高太虐了。香柳是个海妖，总觉得自己应该长高一些，但秦健次的身高很致命，站在杨紫身边感觉身高差不多。与谭健次相比，一开始不太看好小跟班的张晚怡，惊喜更多。张晚怡的主要角色设计疯狂批判，演技非常炸裂，在预告中更是出彩。我喜欢你有错吗？我想和你在一起有错吗？这句话很有感染力，中间打到小瑶也不错，至少他在台词上赢了不少。剧中有些人的原声真的一言难尽。
总的来说，《长相思》的主演虽然在预告的几分钟里有点说服力，但只要剧情和人设不和原著有太大的偏差，还是很让人期待的。02，又是成毅的白发造型，沉香木中的玄烨和应援谁更帅？趁着父亲节刚过，我们来对比一下电视剧《沉香如渣》中同样由成毅饰演的父子玄烨和应远的白发妆容。在这里，心疼我们的应远先生也算是一个有爹爹的人了。首先，两人的白发质地是一样的，都是很自然的灰白，一点都不假白。纯白的白发会显得过于刺眼和突兀。以马天宇在《幻城》中的白发造型为例，虽然他也很帅，但是确实给人一种假象的感觉。另外，应远和玄烨的白发造型在发际线处有非常柔和的过渡，无论是发色还是接缝处的肤色都有微妙的色泽过渡，营造出自然的层次感。在这里不得不给沉香木片剧组的妆容大大的点个赞，真的太棒了。在沉香木谢之前，我还没有见过哪个剧组能把白发拍得这么自然。除了直发和卷发的区别之外，应援的发型整体突出了圆润感和柔美感。他发型的蓬松感并不仅限于头顶，头型比较圆润饱满，适合这一时期人物的很多感情戏。与世相伴，沉香刚然，眼虽瞎，心不瞎。玄烨的造型突出了棱角分明，很适合他修罗君的身份。为了接近染情女神，骗过七瑶神域，第一次登场的玄烨女扮男装，扮成无辜的小妖精。虽然她从头到脚都裹着飞纱，但几缕白色的卷发还是从罩袍下露了出来，随风飘荡，多少有些凄凉凄凉的感觉。也难怪染蓝女神会心生怜惜。谈恋爱期间，玄烨因为还在掩饰身份，所以还是一身比较优雅低调的打扮。半扎的头发显得温柔优雅，两缕头发散落在额头处，完美的修饰了脸型。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是同一个人，玄烨的脸看起来也比银渊的脸要瘦的原因，恰好符合这个角色此时的柔弱感。除了泡面卷，玄烨发型的灵魂还在于头顶的麻花辫。额头上的头发并没有像应渊那样直接梳成发髻，而是以渐长的方式编成辫子。这种别出心裁的编发设计，不仅能在头顶营造出一种蓬松飘逸的感觉，还为整体造型增添了一种阴森不羁的异域风情。新婚之夜，红金相间的婚纱很高级，搭配白色的卷发，多了几分风骚俏皮。一统六界之时，奢华的发冠和领主的战袍，着实让人叹为观止。红色的修罗印记与发冠处流淌而下的额头装饰巧妙衔接，让整个造型更具攻击性。见玄烨这个样子，谁忍心不做他的皇后？应渊和玄烨，你更爱谁的白发？成毅和花楼改版了，网友一起约审吧。近期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剧集，比如《宁安如梦》《玉骨遥长相思》《长风过境》等等。《宁安如梦》的预约人数一路攀升，达到556万，观众期待度位居第一。即便如此，还有一部剧同样大受欢迎，那就是成毅、曾舜晞、萧舜尧的《莲花楼》，改编自小生最喜欢的小说《莲花楼吉祥图》。小说爱好者自然是渴望阅读的，集武侠、悬疑、侦探于一体的题材着实吸睛，成毅与李莲花的契合度极高，剧组精心打造的莲花楼马车让人秒入书中的脉络，知名度很高，正面和负面的信息接二连三。有网友透露，荷花楼被修改了，主角李莲花长得像另一个四凤，莲花楼又是一个琉璃。关瑞走红布琉璃之后，迷信狗血，加上戏弄主角和吐血两招，莲花楼又是琉璃的比喻是不恰当的。莲花楼是武侠悬疑题材，男主2、3个，自动匹配四凤，两部剧根本不在一个频道。当然，网友们也晒出了更多的细节。书中，李莲花被人背叛，最终她在困境中思索，放下一切。在剧本里改成犯了错误的决定，不肯回去。书中他直面死亡，却依然透明快乐地活着。在剧本里就变成了优柔寡断，天天愁这个愁那个，还加了一个太子的背景。书中方并娇是贵公子，正经的门第，却变成了私生子，并娇变成了热血少年。方多兵和狄飞升又增添了严肃的戏份。原本李莲华一个人破案，但在剧中几乎所有的案件都是3个人和2个人一起破案。
尤其是方多兵增添了不少亮点。对于魔改的事情，不少网友回应更加期待了，大家已经约好一起来试炼了。不管这件事是真是假，小说的影视化改编都是有必要的。如果是抄袭原书，虽然还原了原著，但是会很生硬。只要不偏离主线，都可以接受。至于方病形象的改变，也是为了更好的呈现影视效果。书中的阿方病了，瘦骨嶙峋，脸色苍白，要是再长个20斤，说不定就是个英俊的小伙子，现在却像个恶鬼。如果真要找一个看起来恶的人，自己会被吓到，说不定又要被人吐槽了，现在就是增肥20斤的效果。其实看了荷花楼的大结局特辑，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，继续期待至于神医里莲花。你对改编有什么看法？欢迎留言讨论。